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行，我是王光富。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咱们的智能手机，现在可能正藏着几个看不见的内鬼，这些家伙偷偷摸摸的拿着你手机的万能钥匙，就等着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银行卡里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支付宝、微信里的零钱给搬得一干二净。更可怕的是，还可能让你莫名其妙的背上一屁股网贷。我这话可不是在这里制造焦虑，危言耸听，这是我一个在网络安全公司干了10几年的老同学亲口跟我讲的真实案子，听得我后脊梁一阵阵发凉。就这个月，他们公司已经接到不下7、8起类似的求助了，受害的都是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一觉睡醒，存款余额变成了0，手机里还莫名其妙多出来好几个网贷 APP 的借款记录。那么这些骗子到底用了什么邪门功夫呢？其实所有问题的关键就藏在你手机里一个看起来特别普通的功能里头。这个功能有的叫辅助功能，有的叫无障碍服务，也有叫 Talkback 或者随选朗读的，反正都在设置里能找着。它本来是一个贴心的手机小管家，可以帮你把屏幕上的字念出来，甚至可以帮你自动点击一些按钮。它既能看见屏幕上的所有信息，还能代替你的手指去操作。如果这个贴身管家骗子早就派进来的卧底呢，他就能看见你输入的所有密码，代替你去点击转账确认按钮，最后自己再隐身溜走。那么骗子究竟是怎么把这个卧底管家塞进你手机里的呢？他们主要就是通过3类软件来下手的。今天王光富就要把这3类软件一个个把它们揪出来，清理干净，跟大家说清楚。我强烈建议你一定把这期内容完完整整的看完，照着我说的方法检查一遍。这第一类你必须打起12万分警惕的软件，就是那些冒充官方权威的所谓安全工具、认证助手。骗子玩这一套通常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剧本。首先，他们会通过一些非法的黑色渠道买到大量咱们普通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甚至你最近在网上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可能知道。然后一个电话就打到你手机上了，电话那头可能是自称某宝某东的售后理赔客服，说你前段时间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现在要给你双倍退款，态度诚恳的不得了。也可能是冒充某银行信用卡中心或银联风控部门，语气严肃的通知你，你的账户涉嫌异常交易，洗钱，需要立即配合调查，否则就要冻结你所有资产。还有可能是装成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你的手机号码涉嫌发送诈骗短信，2小时内就要给你强制停机，因为他们一上来就能准确报出你的名字、身份证号，甚至你的收货地址，你一下子就懵了，心里先信了7、8分，紧接着就是一阵慌张。就在你心慌意乱的时候，骗子的正戏开始了。他会用非常专业、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你说，您别着急，现在情况紧急，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我需要在线指导您进行一个安全认证或者身份核实。接着他会通过短信给你发过来一个链接，或者让你添加某个官方客服的社交账号，然后给你发来一个所谓的安全插件、认证助手或者理赔专用 APP 的安装包。你一心想着快点解决问题，就按照他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一打开，那可不得了，它会弹出一连串的权限申请窗口，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他会用各种理由跟你要权限，为了接收验证码，请允许读取短信；为了指导您操作，请允许悬浮在其他应用上方；为了进行人脸识别，请允许开启摄像头。最后，他会跳到最核心，也是最致命的一步，引导你打开手机设置里那个无障碍服务或者辅助功能。画面上通常会用一个非常醒目的大红色箭头直接指向那个开关按钮，旁边还会配上一行看起来很权威的文字，比如未完成安全认证，保障账户绝对安全，请务必开启此系统守护或安全监测功能。你一个普通人哪里搞得清楚这个功能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只知道电话那头自称官方客服的人正在用焦急的语气催促你，请快点开启，3分钟之内不完成，您的账户就会被永久冻结，损失就无法挽回了。人在慌张的时候，判断力是会急剧下降的。
你一心急，手指一抖，就点下了允许或开启。好了，就在你点击确认的那一秒钟，骗子在千里之外的电脑上很可能就会听到叮的一声提示音，这代表着他已经成功远程连接并控制了你的手机。你这条大鱼就算正式上钩了，而你却还蒙在鼓里，以为问题即将解决。你以为只要不开启那个无障碍权限就万事大吉了吗？这类冒充官方的骗子还有另一个更隐蔽、更高效的变种花招，叫做屏幕共享。骗子会哄骗你下载一个正规的视频会议软件，比如一些常见的办公聊天软件，然后对你说，我们这个流程比较复杂，为了避免您操作失误，我申请和您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我来手把手教您怎么操作，您看着就行。一旦你同意了共享屏幕，你的整个手机界面就像现场直播一样，实时展示在了骗子的电脑屏幕上。接着，他会让你点开你的手机银行 APP、支付宝或微信钱包，你在自己手机上输入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的每一个数字，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都会清清楚楚、毫无遮挡地显示在他的屏幕上。他一边在电话里假装指导你，对，现在点这里。哦，收到验证码了吗？您念一下，我帮您核对是不是正确的。你一字不差地念给他听，他那边就同步记录了下来。就在你还在听他指导，想着下一步该怎么操作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自己的电脑上用刚刚窥探到的你的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登录了你的网银，正在默默地进行转账操作了。所以，请务必记住王光复这句话，任何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让你下载不明安装包的，任何以指导操作为名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所谓客服，100%是骗子。真正的银行、警察、政府机关是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联系你，让你进行任何操作的。说完了这第一类明目张胆冒充官的，咱们再来看的二类，这类更阴险，叫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那些伪装成日常工具、娱乐应用的流氓软件。这类软件是怎么钻进你手机的呢？往往是因为咱们自己的一时贪图方便或者好奇，比如你想在某个小网站上看一部最新的大片，但网站要求你下载一个专用播放器。你想玩一个热门游戏，但不想花钱买道具，就去网上搜了个破解版、无限金币版的安装包。或者过年过节抢火车票太难，你就从某个论坛里找了个号称能自动抢票、100%命中的外挂脚本。你从这些来路不明的小网站、小论坛下载了软件，安装的时候，手机肯定会弹出一大串权限申请，什么读取通话记录、访问位置信息、读取通讯录，当然，其中很可能就混杂着那个关键的无障碍服务权限。你心里只想着快点装上，快点用上，看都不看，就一路疯狂点击允许、同意，下一步。悲剧就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那个无障碍服务的开关，就在你这一连串的允许中被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这类恶意软件比第一类更有耐心，更像一个潜伏的间谍。它安装好后，可能表现得非常正常，让你看电影、玩游戏、抢票都暂时没问题。它不会立刻动手偷你的钱，它在等待，在观察。等你什么时候放松警惕，点开了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些真正有钱的应用时，它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在后台被唤醒了。它可能会在你输入支付密码的那个瞬间，在密码框上曾覆盖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假输入框，你实际输入的密码直接被它截获并发送给骗子。它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只是默默地记录下你所有屏幕上的操作和文字，等到半夜时分，再结合远程指令，开始模仿你的操作进行转账。因为这类软件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工具或游戏，你平时根本不会去怀疑它。等到东窗事发，你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把它请进门的，这才是最难防备，也最让人后怕的地方。接下来是第三类需要警惕的软件，它们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叫做过度殷勤的系统优化管理类应用。现在手机用久了容易卡顿，很多人会下载一些手机清理大师、内存加速器、省电专家，或者是号称能管理所有应用权限的安全卫士。这些软件里有一部分也会想方设法地诱导你开启无障碍服务权限，他们给出的理由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比如开启此权限后，
本软件可以智能识别并自动清理垃圾文件，实现深度优化，或者为了自动化管理后台应用，节省电量，需要此权限。你一想，这功能好啊，能让手机更流畅、更省电，就给了。但你想过没有，一个清理垃圾的软件，为什么要拥有读取屏幕上所有内容和模拟手指点击这种核弹级的权限呢？一旦你给了，这个所谓的优化管家，背地里就可能变成骗子的帮凶。它能监控你所有打开的应用，记录你的使用习惯，甚至能在特定时间配合远程服务器，执行一系列复杂的盗窃操作。你本来指望它来守护手机安全，提升性能，结果却可能是引狼入室，请了个贼来当管家。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整个骗局最核心、最致命的一环，就是绝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居心叵测的软件拿到那个叫做无障碍服务的最高权限。这个权限一旦交出去，你的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完全属于你了。骗子在后台能做的事情多到超乎你的想象，他可以远程让你的手机屏幕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变成实时直播，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可以选择在凌晨2、3点，你睡得最沉的时候，远程启动那个恶意软件，让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的手机上操作转账。为了不惊醒你，他会先命令软件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关闭所有应用的通知提醒，甚至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让你的手机在黑屏状态下完成所有操作。你收不到任何短信提示音，屏幕也不会突然亮起，整个盗窃过程安安静静，你毫无知觉。至于密码和验证码，在无障碍权限面前也几乎形同虚设。获取密码，骗子有2种常用手法，一是偷梁换柱，当你打开银行 APP 时，恶意软件会弹出一个伪装成系统升级验证或安全环境检测的虚假弹窗，正好覆盖在密码输入框上。你以为是银行的要求，就把密码输进去了，结果直接送到了骗子手里。二是键盘记录，如果恶意软件权限足够，它甚至可以替换或监控你的输入法，你敲的每一个键，它都默默记下。而短信验证码就更简单了，银行发来的验证码短信会在手机通知栏里显示短短几秒，那个拥有无障碍权限的恶意软件可以瞬间读走那串数字，甚至自动帮你复制，粘贴到转账页面的验证码输入框里，整个流程自动化，行云流水，钱被转光，还不是结局，只是噩梦的上半场。掏空你的存款之后，骗子会立刻进行的2步，用你的身份信息登录各个网贷平台，如某杯、某条、某金服等等，把你所有能借的额度全部借出来，转到他们的账户里。因为他们能操作你的手机，就能通过 APP 内的人脸识别验证，或者利用一些技术手段伪造动态人脸，让系统认为就是你本人在操作。最后也是最狠的一步，叫毁尸灭迹。完成转账和借贷后，骗子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删除所有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网贷平台的借款成功通知，然后再让那个恶意软件自己卸载自己，最后把你的手机声音、通知设置全部恢复原样。你第2天早上醒来，拿起手机一看，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样。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呢？大家别慌，王光复接下来就教大家几招实实在在、一学就会的自保方法。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步骤，拿起手机操作起来。这第1步叫做清理门户，抓出内鬼。咱们得亲自去看看，手机里到底有哪些软件已经拿到了那个无障碍服务的尚方宝剑。你打开手机的设置应用，然后慢慢的往下滑动屏幕，仔细找找辅助功能、无障碍、更多设置或者智能辅助这些字眼，点进去。进去之后，再找到一个叫已安装的服务、已下载的服务或者无障碍服务菜单的选项，点开它。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列表，就是你手机里所有已经获得了无障碍这个至高权限的软件名单。你给我瞪大眼睛，一个一个的仔细看。除了手机系统自带的，或者是你自己非常清楚用途、主动开启的，其他的，凡是看到任何一个你感觉陌生、不认识的软件名字，或者你觉得以这个软件的功能根本用不上这么高级权限的，请你不要有任何犹豫，立刻点进那个软件的设置里，找到开关，把它关掉。
关掉它就等于切断了骗子伸向你钱包的黑手。但是光关掉权限还不够，你要斩草除根。回到手机桌面，找到那个软件的图标，长按住它，等出现卸载选项后，果断把它从你手机里彻底删除。清空回收站。第二步叫做检查后门，堵死漏洞。我们还需要排查另一个危险地带。请你再次回到手机的设置主页面，这次直接使用顶部的搜索框，搜索设备管理器或者设备管理应用，然后点进去查看。这个列表里的软件权力也非常大，它们甚至能远程锁死你的手机屏幕，修改你的锁屏密码，并且让你无法正常卸载它们。同样，你一个一个的审查，除了系统自带的查找我的设备或类似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你发现任何你不认识的，或者你觉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第三方软件，马上点进去，选择取消激活或者取消权限，然后同样回到桌面，找到这个软件，将它卸载删除。刚才我们检查的这两个地方，就是恶意软件最喜欢藏身的老巢和司令部。你今天花几分钟把它们清理干净，你手机的安全性立马就能提升 80% 以上，这笔时间投资太值了。第三步叫做立下规矩，守好家门。清理完现有的隐患，我们还得建立起长久的安全习惯。以后无论安装什么新软件，只要它引导你，甚至半强制的要求你去系统设置里打开那个无障碍服务或辅助功能权限，你的脑子里必须立刻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你要反复问自己，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它凭什么需要这么高的权限？如果这个理由说不通，或者你无法确定，那么我的建议就一个字：拒绝。宁可这个软件不用，也绝对不能让出手机的远程控制权。此外，请把下面这3条铁律牢牢刻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转告给你家里的每一位亲人，尤其是父母长辈。第1条，任何通过电话、短信、陌生链接让你私下下载安装的软件都是诈骗，没有例外。第2条，任何以指导操作为名，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的客服，都是骗子，别听他啰嗦。第3条，无障碍服务这个开关，比你的支付密码更重要，除非你100%确定并需要，否则永远别打开。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放心，或者你家里老人记不住这些复杂的操作，我再教你一个终极的，也是最管用的笨办法，叫做物理隔离法。你可以准备2台手机，一台就是你现在用的主力机，用来日常聊天、刷视频、看新闻；另一台可以是一部旧的、闲置的智能手机，或者买一部很便宜的、功能简单的新手机，把它恢复出厂设置，确保系统绝对干净。这台手机就专门用来做你的金融钱包，只安装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少数几个金融理财类软件，其他乱七八糟的 APP 一概不装。平时不用的时候，就给这台钱包手机断网，或者直接关机，把它放在抽屉里锁好。只有当你需要转账、付款、查看理财时，才把它拿出来，连上网，用完了立刻再断网收好。这样一来，就算你日常用的那台手机不幸中了病毒，被装了木马，骗子也根本无法触及到你真正存钱的那个堡垒。这个方法虽然有点麻烦，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目前已知最安全、最让人安心的一道终极防线了。今天王光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能把这些新型的手机诈骗套路给大家讲透。咱们最后再一起梳理、总结一下，这种新型的电子盗窃，偷的不是你的银行卡实物，也不是你的密码本身，他们偷的是你手机的最高控制权，而突破口就是你手机系统里那个看似无害的无障碍服务或辅助功能权限。骗子主要通过3类软件来骗你开启权限：一是冒充官方客服的欺诈工具；2是伪装成日常应用的流氓软件；3是过度锁权的系统优化类应用。一旦他们得手，就能在你熟睡时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转光你的积蓄，借空你的网贷额度，最后清除所有痕迹，让你一觉醒来从天而降巨额债务。所以看完今天这期内容，你一定要马上行动起来，按照我说的方法检查并清理你自己的手机。咱们现在多花10分钟，多一份细心，未来就可能帮全家避免一场倾家荡产的灾难。你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举动，价值可能无法估量。我是王光富，
记得订阅健康知行。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请点赞，也恳请你把它分享给你关心的人。咱们下期内容再见。